大部分账户被风控的原因都是因为转账问题。但是在美国，转账是一种高风险的交易方式，不要直接通过银行账户来频繁转账，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支付工具来进行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上一期视频主要和大家介绍了 Zelle 转账，这期视频得到了大家很多的反馈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全面的聊一聊美国主流的转账方式。今天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我会向大家介绍4种美国常用的转账方式，第二个部分主要是转账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，如何避免账户被风控。转账是一件看似非常简单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没有操作得当，很容易会触发银行的风控体系，导致账户被风控冻结。大部分账户被风控的原因都是因为转账问题。在美国常用的转账方式有4种，分别是 ACH、电汇、第三方在线应用。传统的转账方式就是支票转账。我们先来聊聊 ACH， 主要是用于美国境内的银行间的转账。它有2种方式， ACH Push 就是我们在银行向外转账，第二种是 ACH Pull， 就是由收款银行发起的转账。ACH 的主要优点是，首先第一个是转账需要的信息很简单，只需要路由号码和账户号码。第二点是大部分银行都是免费的，除了 BOE 和 TD Bank， 他们的 ACH 转出是需要3美元的手续费的。ACH 转账的主要缺点是2个方面，首先转账是需要2到3个工作日的，不能够做到实时到账。第二个是一般银行会有 ACH 的限额，最低限额一般是5000美元，高限额的有25000美元。下面是电汇。电汇的优点是到账时间快，境内的电汇可以当天到账，境外的一般是3到5天，然后可以接收大额的转账，原则上电汇是没有额度限制的。电汇的缺点也有很多，比如说电汇需要提供的信息比较多，尤其是跨境汇款需要提供银行的 SWIFT 代码、地址、ABA， 甚至还有提供中转行的信息。第二个缺点是电汇的手续费比较贵。电汇的费用一般是有3个部分，首先是汇出行的费用，一般都是在30美元左右，其次是中转行的费用，一般是15美元，然后是接收行的费用，一般是10到15美元。接下来是第3种传统的转账方式，支票转账。我们常见的支票一共有2种，首先个人支票和现金支票。银行的个人支票它可能是空头支票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把支票存入银行之后，这张支票的钱并不会马上到我们的账户。一般银行的做法是，支票金额的 20% 会在存入的第2个工作日到我们的账户，其余的 80% 会有一个处理期，一般是5个工作日才会到账。这是因为银行要确定这张支票的开户人确实是有这么多钱，确认不是空头支票之后，这张支票才能完全的进入我们的账户内。而现金支票的处理就很简单了，第2个工作日就能够全额到账，我们可以马上使用这笔钱。因为现金支票开的时候，钱就已经从对应的账户中扣除了，这张支票就约等于现金。通过支票来进行转账，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成本，顶多就是自己买支票本的费用。但是很多银行都会免费送支票本，所以说这点费用可以忽略不计。如果说我们收到了支票，存入的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银行 APP 直接扫描支票存入，第2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账。最后一种转账的方式是第三方支付。第三方支付可以分为2类，第一类是以 PayPal、Venmo、Cash 为代表，他们的转账更多是第三方，也就是转账后钱是到了他们自己的平台，如果想要到银行账户，还需要操作一次提现。另外一类就是 Zelle 是一个银行间的即时的转账系统，转账双方都不用支付任何费用。Zelle 最初是由摩根大通、BOE、富国银行合作开发的。第三方转账工具都是免费的，但最大的问题就是额度比较低，一般1个月都只能转5000美元以内。接下来聊一聊转账的风险。在中国，只要是你自己的合法收入，随便你怎么转，转多少次，转多少金额都是没有人管你的，银行也不会管，税务也不会管。但是在美国，转账是一种高风险的交易方式，
这是因为两国的国情不同，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不是很发达，支付方式也比较单一，更多的时候还是现金转账支付，所以说这种转账行为是经常发生的。而美国的支付方式非常多，绝大部分人都习惯用信用卡、支票来支付，需要转账的场景非常少，而且一旦银行发现一个账户有频繁的转账，就会被判定为异常行为。所以重点就是不要直接通过银行账户来频繁转账，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的支付工具来进行，推荐使用 Zelle、PayPal 这两种工具。如果是陌生人的转账，推荐使用 Zelle， 因为它是即时到账的，没有办法撤回。PayPal 的转账因为可以申诉撤回，所以陌生人不推荐使用，熟人的话就没有关系。另外，初次通过美国银行账户电汇或者转账的时候，有可能会遇到银行审核，具体的表现是交易被冻结或者说账户被冻结，这个时候也不用慌张，第一时间联系银行的客服，核对个人信息，确认转账是自己发起的，一般就可以解冻了。总结一下，就是转账的时候小额多频次选择 Zelle、PayPal 等第三方的支付工具，大额支持 ACH 的尽量选择 ACH 免费。这两种转账方式都几乎不会被银行风控。如果不支持 ACH 的大额汇款，就选择电汇。电汇被风控的几率是比较大的，一旦被风控，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客服确认身份，说明转账的情况，一般情况下也不至于会被封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，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